察觉到这个情况之后，楚风也是开始观察搜寻起来。可令楚风意外的是，哪怕是楚风，只能感受到那仙机被人窃取，却无法发现那窃取仙机之人如今躲在何处。好高明的手段，看来我的对手不止司徒界灵门以及白云清他们。楚风察觉到这第三位的不简单，甚至隐隐间觉得他可能比白云清以及司徒界灵门的人更难对付。毕竟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但好在楚风已经发现了此人，至少可以提前做个准备。很快，那仙机内的力量被楚风三人吸收殆尽，而那座遗迹大门也是彻底开启。大门开启之后，白云清二话不说，直接踏入其中，而司徒界灵门的众人也是紧随其后的跟了进去。当然，一同进去的还有楚风和宋雨薇，只是司徒界灵门的人并没有发现楚风与宋雨薇的存在。进入大殿后，他们穿梭在深邃的走廊之中，走廊两边的墙壁布满了精致壁画，并且如此多的壁画数量，竟然每一幅都是独立而不重复的。大家都以为那壁画会有线索，所见壁画皆是认真观察，也包括楚风。但很快，楚风以及司徒界灵门的人都发现那壁画之内并没有暗藏玄机，于是便加快了前行的步伐。终于，他们走到了长廊的尽头处，只是在这里又出现了一道大门，大门乃是开启状态，但大门中间却有着一重力量将大门封锁，那不是简单的结界之力。白云清稍微试探了一下，发现并没有危害之后，便直接踏入其中。见状，司徒界灵门的人也是紧跟其后，想要进去，可那力量就像是一道墙壁，将司徒界灵门的人都拦了下来。怎么回事？难道只有小辈可以踏入？见此一幕，司徒界灵门的人第一反应便是这结界门有限制，只有小辈可以踏入，你们试试。于是司徒庭野将目光投向身后的人群，这目光投来，立刻有多名俊俏的年轻男女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这些都是100岁以内的小辈，并且在司徒界灵门之中也都是天才之辈。司徒界灵门这是早有准备，毕竟很多遗迹的确会只传承给小辈，他们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开启遗迹的时候也是将司徒界灵门的天才小辈们一同带了过来。只是这些小辈走向那大门之后，却也都被那股力量给挡了下来，他们同样无法穿过其中。你们也不行。司徒庭野感到诧异，太上长老大人，这好像不是简单的结界之力，我们无法通过。那些小辈们说道。接下来他们又开始用其他方法尝试，可楚风却淡淡一笑，旋即看向宋雨薇，雨薇前辈，你到外面去等我吧，这里应该不是只有小辈可以进入，而是没有夺取仙机的人都没办法进入。楚风少爷，那你多加小心，我去外面等你。宋雨薇也是没有半点纠结，而是爽快的答应，他跟着楚风就是想要帮助楚风的。可自从来到这遗迹开始，他就一点忙也都没有帮上，楚风完完全全都是靠他自己，这让他意识到现在的他就是楚风的累赘，既然帮不上忙，还不如听从楚风安排，远离此地。随后宋雨薇与楚风沟通，告诉楚风他去哪里等着楚风之后，二人便兵分两路，宋雨薇先离开这遗迹，而楚风则是继续深入。在司徒界灵门的众人还在想方设法的钻研要如何才能踏入那结界门的时候，楚风找到人群的缝隙，轻松的就穿越了过去。果然如楚风所料，这门的确有限制，但限制的不是小辈，而是只有刚刚领悟到仙机的人才可以踏入，而没有领悟仙机之人便都无法踏入其中。而穿过结界门后，浮现在楚风眼前的又是一条深邃的长廊，只是从外表来看，这条长廊与刚刚的长廊并没有太大区别。昏暗的灯光下，长廊两侧布满壁画，但楚风却并没有快速前行，而是再度观察起这里的壁画。虽然外面那条长廊的壁画没有任何线索，但楚风觉得这条长廊的壁画也许是有线索的。起初的一些壁画的确也是没有任何线索，但楚风并没有立刻放弃，而是继续观察其他壁画。很快，楚风的谨慎起到了作用，因为楚风发现一幅壁画内暗藏玄机，那是破阵的方法。只是这壁画内所告知的破阵方法乃是残缺不全的，看样子在这里还隐藏着其他破阵方法，需要将这些残缺的破阵方法拼凑完整才行。于是楚风开始继续观察其他壁画，后面楚风确定只有少部分壁画暗藏破阵方法，再加上这种线索并不容易发现，所以楚风需要认真观察每幅壁画才行。这倒是使得楚风前行的速度减缓了不少。而与此同时，站在外面的司徒界灵门已经使用了各种方法想要破解那结界门，也正因破解无果，才使得他们确定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小辈，他们都根本无法踏入这结界门。居然无法踏入，可那白云清是怎么进去的？司徒界灵门的长老们不服气地说道，应该是刚刚在遗迹外那覆盖了我们所有人的力量暗藏玄机，其中蕴藏了一些线索，只是我们都没有办法从中领悟到什么，而错失了这个机会。但那白云清凭借那罗盘应该有所收获，所以只有他能够进入这结界门。司徒庭野倒也并非愚钝之人，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猜测。太上长老大人，那该如何是好？我们好不容易开启的遗迹，难道就要这样拱手让人？司徒界灵门的众位长老很不甘心地说道。听闻此话，司徒庭野的眼中闪过一抹寒意，紧接着一道暗中传音映入在场所有神袍界灵师的耳中。这一界乃是真龙大人所留，其中必有真龙大人的传承，而这传承对我们司徒界灵门而言十分重要，乃是我司徒界灵门崛起的关键。白云清虽然身份超然，但他此行多半独自一人，因为对他们这种人来说，多半不会遮遮掩掩，而是会直接现身，所以若有人与他同行，应该早就现身了。这倒是给了我们机会，既然眼下夺取真龙大人传承的希望只能寄托于白云清身上，那就让他去夺，但这传承最终必须归我司徒界灵门所有。司徒庭野此话一出，那些神袍界灵师的脸色也都是或多或少的有了起伏，他们明白了司徒庭野的意思。司徒庭野已经做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决定，甚至有可能为司徒界灵门引来灭门的灾祸，但他们却什么都没有说，没有任何人进行劝阻，因为他们也都知道，如今司徒界灵门的情况的确很是不好，这传承是他司徒界灵门的希望。哪怕白云清身份超然，可他们也需要冒险一试。与此同时，楚风因为观察壁画中的线索，使得楚风速度很慢，第一条长廊只用了不到半个时辰就通过了。可这条长廊
楚风足足用了5个时辰，但好在他还是来到了长廊的尽头处。且最令楚风欣喜的是，经过他认真的观察，已是收集到了一个完整的破阵方法。只是这破阵方法有些特别，与界灵师的境界无关。简单的说，不管什么境界的界灵师都可以使用这破阵方法，并且使用的效果几乎是相同的。就算有差别，那也是界灵师自身的经验与技巧的差别，而不是境界的差别。眼下，在这条长廊的尽头处，也有着一道结界门。穿过结界门，楚风进入了一座大殿之内。这大殿虽然很大，但却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唯有白云清一个人站在大殿的中心。只是白云清站在此处，不仅显得孤单，却也是眉头紧锁。他在认真观察，可应该什么线索都没有发现，一时之间让他不知该如何是好。这座大殿的另一端倒是有一道门，可那道门乃是关闭状态。很显然，白云清已经尝试过开启那门，但他并没有办法。而楚风也有认真观察，发现那门哪怕是他，也同样无法开启。现在的情况是，这座大殿只有一道无法开启的门，除了这道门，什么线索都没有。这样一来，楚风倒是陷入了与白云清相同的境地，他们被困在这大殿之内了。哪怕楚风已经从壁画内寻得破阵之法，可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阵法，这使得楚风就算身怀破阵之法，可也没有用武之地。一时之间，不知该何去何从。可突然，大殿四周的墙壁光芒涌动，随后光芒聚集在一起，化作一道老者身影，漂浮于大殿上方。老者满头的白发以及长长的胡须，无风自动，再加上身上散发光华，使得老者看上去十分神圣，宛如仙神降临。晚辈白云清拜见真龙大人。见到这位老者，白云清赶忙施以跪拜大礼。从他的反应可以判断，他是见过真龙大人画像的，否则不会这样确定眼前这位就是真龙大人。只是对于白云清的跪拜，这位真龙大人没有任何回应，甚至都没有正眼去看白云清。见状，白云清也是立刻起身，脸上先前的恭敬之色也是顿时减少了几分。他是意识到，这虽是真龙大人模样，但却并非真龙大人真身，只是真龙大人留下的阵法而已。不过这也正常，毕竟真龙大人早就去世了。3位小友，欢迎你们来到老夫所留下的遗迹之内。果然，这位真龙大人开口了，语气木讷，就像是提前已经设定好的语气。但哪怕是阵法，但这阵法也并不简单，因为他能够根据现在形势判断出究竟有几个人进入了这座大殿之内。楚风终于知道为何这位真龙大人留下的阵法此时才会现身，应该是那第3个窃取了仙机之人比楚风还要迟一步踏入大殿。是当他踏入大殿，使得夺取仙机的3人都进入大殿之后，才触发了真龙大人留下的这座阵法。3位。与此同时，白云清再度眉头紧锁，且双眼发光，以极为凌厉的目光扫视观察这座大殿。显然他在此之前并没有察觉到楚风以及另外一位的存在，现在得知除了他之外竟然还有其他人之后，便立刻变得紧张起来。只是楚风的隐藏手段还是很高明的，哪怕他那凌厉的观察之法，也根本没有发现楚风在何位置。同样的，他也没有发现那第3位。可突然，半神的威压自白云清的体内释放而出，并且楚风注意到，此时白云清释放的威压并非是2品半神，而是4品半神。只见其额头之上神字雷纹浮现，其周身还有雷霆铠甲。原来他与楚风一样，也是天级血脉拥有者，并且也修炼了神罚玄功，甚至能够在半神境施展出雷纹以及雷霆铠甲2重手段，将修为从2品半神境提升到4品半神境的地步。他是想要通过威压直接将对手清除，为了以防意外，直接施展出了全力。然而他那威压虽然释放，可却无法覆盖这座大殿，相反只能释放在其周身。紧接着他更是面露痛苦地跪在了地上，一股巨大的压力将他所束缚，闯关之地不可动武。真龙大人留下的阵法开口了，原来是真龙大人留下的阵法制止了白云清。见状，白云清也是赶忙收回威压，威压收起之后，他所承受的压力也是立刻消散，这使得白云清很是不爽，目露怒色地环顾四周。2位既然来了，何不现身？白云清凝声说道，可是却没有丝毫回应。楚风不打算现身，而另外一位也同样不打算现身。卑鄙小人，既然你们想躲，就一直躲着吧。但我告诉你们，这里的传承只会是我的，若与我抢，你们死路一条。就算此地无法杀你们，离开此地，我也会杀了你们。白云清恶狠狠地说道。但哪怕如此，楚风也没有现身，相反看到他对着空气发怒的样子，楚风倒是感觉有些好笑。而很快，这座大殿也是开始变化，有磅礴的结界之力涌现，分别于大殿之内形成3道阵法。与此同时，楚风感觉到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是那真龙大人的声音。小友，不知你是何姓氏？虽是真龙大人留下的阵法，可在察觉到楚风不想现身之后，竟能以暗中传音的方式与楚风沟通，这倒是让楚风见识到了真龙大人真阵法的玄妙。晚辈姓楚。楚风也是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回道。而楚风此话刚刚说完，大殿内的3座大阵已是布置完毕，同时每个阵法上方都是出现了一个字体。白云清所面对的阵法上面写着白字，另外2座阵法分别写着楚字和虎字。那个人是姓虎吗？居然还有这种姓氏！楚风觉得3座阵法就是为楚风3人所立，是需要3人各自来破解的阵法。既然他与白云清的姓氏都悬浮于阵法上方，那么那第3座阵法的上方的虎字必然也就是那位的姓氏了。虎，我看是鼠还差不多，鼠辈一个，你最好永远别露面。看到那虎字姓氏，白云清也是忍不住发出嘲讽。看得出来，他对楚风与另外一位隐于暗处的行为十分不爽，但这也正常，毕竟他在明处，而楚风2人在暗，他是非常被动的。3位，此地藏有一把钥匙，此钥匙唯有破阵最快者可得。记住，此殿内不可相互攻击，如若不然将受到制裁。能否得到这钥匙，则是看你们自己的本事。现在开始你们的表现吧。真龙大人此话说完，身影便向大殿另一端的大门飞掠而去。那紧闭的大门
竟然打开，而他的身影也是穿过大门，消失在了大门的深处。楚风不知真龙大人突然离开，此举为何意，但楚风却根本没心思来思考这件事，因为眼下那白云清已是释放出了结界之力，开始进行破阵，而他所释放的结界之力可并非龙变之感，因为他是神袍界灵师，并且结界之力之强，堪比3品半神。这个家伙不仅可以在半神境开启龙纹和雷霆铠甲，竟然还是蓝龙神袍。楚风感觉到了压力，哪怕自己是龙变9重，可与神袍却是完全不同的境界，根本无法相比。更何况这白云清竟还是蓝龙神袍。但是很快，楚风发现眼前的阵法也很特别，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破解，而刚好这个唯一的破解方法，就是楚风从壁画内领悟到的破阵方法。也就是说，这破阵方式根本不受界灵师的境界所限，不管任何境界都处于相同的起跑线之上。甚至若是白云清和另外一位刚刚没有从壁画中领悟到破阵方法，哪怕他们结界之术再强，其实也是无法破阵的。但是白云清已经开始破阵了，他果然不是泛泛之辈，也从壁画中领悟到了破阵方法，这让楚风不敢掉以轻心，而是赶忙开始破阵。楚风破阵非常顺利，转眼间已经破除了这阵法的1/10。虽然后面越发难以破解，可只要给予楚风足够时间，这阵法是完全可以破解的。但楚风还是忍不住看向了另外2位的阵法，毕竟他们3人是在竞争，唯有最开破开阵法之人才能拿到那钥匙。而这一看不要紧，楚风顿感大事不妙。那虎字阵法倒还好，与自己相差不多，大概只破解了阵法的1/10，可是白云清却已经破解了2/10，哪怕不受境界限制，只凭借经验与技巧来使用相同的破阵方法进行破阵，可这白云清还是占据了绝对的上风。这便是真龙界灵师弟子的实力吗？此刻楚风再度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哪怕真龙大人已经提供了绝对公平的平台，可楚风好像仍不是这白云清的对手。这一战楚风恐怕是胜算极低。楚风受到冲击，但却并未萎靡不振，而是继续破阵，并且开始全神贯注。既然对手如此之强，那楚风便绝对不能留有余地，就算胜算不大，楚风也要一战到底。放弃，这在楚风的字典里并不存在。哟，还不肯放弃吗？难道你们2个还看不出与我有着巨大的实力差别？2个偷鸡摸狗的鼠辈，你们除了只会躲在暗处，还会什么？若要比拼真材实料，你们2个就只能像2条狗一样被我按在地上摩擦。阵阵羞辱的声音响起，正是那白云清。白云清也注意到了楚风与另外一位的破阵速度远不如他，所以才会出言嘲讽。可是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这番话反而是激怒了楚风。被激怒的楚风体内结界血脉变得沸腾，随后他的双眼、他的感应，甚至他对结界阵法的操控都变得更加敏锐起来。楚风的斗志被激发，血脉被唤醒，他破阵的速度也开始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只论破阵速度而言，竟开始与那白云清不相上下，甚至大有追赶白云清的趋势。这个家伙先前是在保留实力吗？眼见楚风破阵速度开始提升，白云清也是有些慌了。不想失败的他也是开始全力破阵。楚风虽然在结界血脉加持下，自己的感官变得敏锐，可其实这破阵靠的更多的是技巧。楚风的破阵技巧虽然一直以来都是较为出色，同辈之中几乎没有敌手，可是这一次显然他遇到了对手，并且是极为强大的对手。白云清虽然做人狂妄，但是却也是具有真材实料的。当他施展全力之后，楚风也是难以追赶。最终楚风的阵法还差一成尚未破除之际，那白云清已是破解成功。只见光芒闪烁，白云清所破除的阵法之中出现了一把钥匙，主动飘向了白云清，最终悬浮于在了白云清的头顶之上。而楚风正在破除的阵法则是被封锁了起来，哪怕他想继续破阵，却也没有机会了。最终楚风破除了阵法的9成，相比于虎字姓氏的那位，楚风已经很好了，因为虎字姓氏的那位只破除了这阵法的4成。可是其实已经不重要了，毕竟他们都是失败者。但楚风并未气馁，也并未受挫，毕竟对方是得到了真龙界灵师指点与传承之人，败给真龙界灵师的弟子不丢人。好险，居然险些被你这家伙追赶上来。不过好在我的硬实力还是远在你之上，虽然只差了一点，但你终究还是一个失败者。但是你比那个姓虎的还是强多了。那个废物是什么水准啊？也好意思来拿真龙大人的传承。白云清顺利拿到钥匙，又是对楚风以及另外一位冷嘲热讽，但是楚风并没有理会他。楚风这种场面见多了，心性早就得到了极大的磨练。这白云清的嘲讽不仅不会对楚风造成伤害，反而在楚风眼中，他如跳梁小丑一般。小子，你狂你大爷！后面有你受苦的。可突然间，宫殿另一端已然开启的大门方向传来了一道声音。显然相比于楚风，虎字姓氏的那位已经无法忍受白云清的羞辱，并且从他声音传来的方向可以判断，他已经走出了这座宫殿，向遗迹深处行去。姓虎的废物，跑那么快干嘛？等等你小爷我！见状，白云清也是赶忙跟了上去，生怕错过先机。那个人的声音怎么有点耳熟？可是听到那虎字姓氏的声音后，楚风却是感觉有些熟悉，但一时之间却又想不起在哪里听过这声音了。因为眼下情况紧急，楚风也没太多心思去思考这件事，也是赶忙跟了上去。其实走出这大殿，他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长廊，只是这个长廊两边连壁画都没有了。楚风有认真观察，却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这个长廊没有任何线索，楚风也不明白这长廊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而穿过长廊，楚风又进入了一座大殿。这座大殿与先前的大殿几乎一模一样，大殿很大，但却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不过在大殿的另一端，则是有着一道门，那道门现在也是关着的，而那幻化成真龙大人模样的阵法，也早就在这大殿之中等候着了。这一次，楚风应该是3人中最后一个进入这里的，所以当楚风进入这里之后，那真龙大人的阵法才开口说话。这一次比试毅力，毅力最强者可得钥匙一把。话罢，这座大殿再度变化，很快又有结界之力涌现，最终化作3道光柱，
立于大殿之内，而光柱上面也都分别写着一个字，正是白字、楚字以及虎字。那光柱其实是考验阵法，踏入其中应该便可以接受考验。而当3座考验阵法浮现之后，大殿另一端紧闭的大门也是随之打开，那幻化成真龙大人的阵法又提前一步离开，向遗迹的深处行去了。而眼见着那阵法离开，白云清则是放声大笑起来。笑什么？害怕了不成？虎字姓氏虽然依旧没有现出真身，可他的声音却再度响起。怕？我怎么可能怕？我是在笑你们，笑你们如此可怜，好不容易潜入了真龙大人的遗迹，可却遇到了我这样强劲的对手。白云清说这番话的时候，还一脸的沉醉，那样子就仿佛他已经赢了一般。你这小子实力不咋地，吹牛倒是一绝呀。虎字姓氏的人讽刺道：吹牛？我白云清从不吹牛，我只凭实力。2个废物，不妨直接告诉你们，我可是从小就接受毅力训练的，我之毅力同辈无敌，这里的钥匙也将归我所有，你们半点机会都没有。白云清不仅满脸自信，更是挑衅的看向大门的方向。但是搞笑的是，楚风根本没站在那里，且虎字姓氏那位的声音也并非自那里传来，所以这感觉就像是白云清在对着空气挑衅一般。但白云清却并不觉得尴尬，且此话说完，便直接踏入大阵之中。这一次的比试比的是毅力，而并非是速度，所以楚风也不急着破阵，而是想观察白云清的破阵之时会经历什么，也好心中有一个准备。当白云清入阵的同时，白字与虎字2座考验阵法都运转起来，看来不止白云清入阵了，另外一个也入阵了。眼下2座阵法都出现了白色的气焰，不仅如此，还隐隐间能够听到龙吼，虽然声音很小，若不仔细听根本听不到，但的确有龙吼。那龙吼正是自白色气焰之中传出的，因为虎字姓氏的那位仍在隐藏身形，所以虎字阵法内只能看到白色气焰，看不到它的变化。但是白云清则是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楚风也是将目光锁定在了白云清的身上。那白色气焰正在侵入白云清体内，白云清则是眉头紧皱了一下，但很快又舒展开来，甚至面带嚣张笑容，挑衅地看了一眼楚风所在的阵法，就像是在彰显他强横的承受力。阵法应该也是判断出白色气焰对白云清没有伤害，所以很快变成了灰色气焰。灰色气焰出现，那龙吼的声音变强了许多，就算是普通人也能够听出那龙吼源自哪里。灰色气焰无论是声势还是力量都更加强横，这还是得白云清皱眉的时间久了一点，但他的承受力的确不弱，并未过去太久，他紧锁的眉头便又舒展开来，只是这一次他脸上的笑容倒是变得有些僵硬了。很快灰色气焰消散，白云清的阵法内出现了蓝色气焰，这一次白云清一直眉头紧皱且紧咬牙关，脸上的笑容可谓彻底不见，但这蓝色气焰白云清还是承受住了。蓝色气焰消散后，取而代之的乃是紫色气焰，而后是金色气焰。金色气焰的时候，不仅龙吼刺耳，甚至还能看到一条金色巨龙的身影在金色气焰中若隐若现，而那金色巨龙正在对白云清发动攻势。白云清的脸庞已是开始变得扭曲，满面痛苦，这对他而言也接近极限，但最终他还是抗了下来。而金色气焰消失之后，再度出现的气焰不再是颜色变化，而是一条真正的巨龙出现，并且这条巨龙散发着帝皇之气，哪怕楚风在外面也能够清楚地感受到那巨龙的强大。巨龙出现后便张开大口，强大的龙息自其空中喷出，瞬息便将白云清所吞没。该死！白云清大骂一声，便赶忙从那考验阵法走了出来。看来金色气焰已是他的极限，这条帝皇巨龙的力量是他所无法承受的。此时的他何止脸色惨白，浑身都被汗水浸透了。尽管极力克制，可是他的身体还是难以自控的剧烈颤抖着，而他倒也不装，扑通一声便瘫坐在了地上。虽然是怒骂着出来的，但白云清脸上并没有太多担心，他对自己依然有着自信。但是当他发现虎字阵法停留在了金色气焰之后，则是眉头紧锁起来。但是当金色气焰持续许久都没有变化之后，他的嘴角终于扬起了一抹笑容。他知道虎字阵法内的人应该已经出来了，否则不可能这么久的时间那阵法内的气焰都没有变化。金色气焰便是那虎字阵法之人的承受极限，而他的极限却是帝皇巨龙。他们2者的较量是他赢了。姓虎的废物，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赶紧退出吧！白云清对其辱骂道：小兔崽子，你也没有比本大爷强多少，嚣张个屁！虎字阵法外传来了那位的声音，再怎么样至少金龙之力对我没有任何阻碍，至少我是胜过你的。白云清说道。得意个屁，还有一个没进去呢，你以为你赢定了吗？那位不屑的反击道。别看他的声音是从阵法旁边传出去的，可实际上这位并没有在阵法旁边，而是坐在了大殿的角落，距离白云清有着较远的距离。他是故意的，就是不想让白云清判断出他真正的位置。由此可见，这位也是非常狡猾之辈。而他虽然披着斗篷，但是兜帽摘了下来，露出了一只猫头。他果然不是人，而是一只猫。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先前在城主那里打探消息的那位。他是一只老猫，但自称虎爷，与楚风乃是相识，并且具有仇怨的。当初在百炼凡界，他不仅盗走了战海川的传承，抢走了封神竹简，还将楚风的戒灵血姬给绑走了。总之在百炼凡界，这只老猫可没干什么好事，也就是眼下老猫与楚风皆是隐藏状态，否则他们看到彼此必然会认出对方。而别看第1轮比拼白云清赢了，第2轮他也是没有任何希望。可是这老猫却是盘坐在大殿角落，吧嗒吧嗒的抽着手中的烟袋，那叫一个悠闲自得，可以说是脸上没有丝毫的担忧，就仿佛此地的传承必然会落入他的手中一般。哪怕和白云清斗着嘴，但他也没有真的生气，就更像是姐妹一样。而对于他的话，白云清则是放声大笑。姓虎的，你看不出来吗？那个姓楚的连踏入阵法的勇气都没有，你还指望他超过我？你可真是痴心妄想。此话说完，白云清还将目光投向楚风的阵法。这个姓楚的废物，既然没胆量，就赶紧滚吧，别在这耽搁本小爷拿到钥匙的时间。白云清嘲讽道。白云清多笑一会，因为等一下你便笑不出来了。楚风对白云清说道。哎呦，
终于肯说话了，你不说话，我还以为你是个哑巴呢。又是一个大话连篇的废物，有本事你进去，我看你连那姓虎的都是不如。白云清冷笑连连，可是老猫的眼神则是有着些许变化。这声音怎么感觉有点耳熟？老猫皱着眉头陷入沉思，但是他与楚风一样，一时之间也没有想到这熟悉的声音究竟是谁。至于楚风，也不会被白云清的挑衅所激怒，所以没有继续和白云清斗嘴，而是直接踏入了那阵法之中。楚风刚刚踏入考验阵法，那白色气焰便将楚风封锁。其实这白色气焰也会带来不小的痛楚，若是普通人定会嚎啕大叫，可楚风却连眉头都没有皱过一下。倒不是楚风皮糙肉厚，而是楚风承受的痛苦与磨练太多了，这种程度对于普通人而言是难以承受，但对楚风而言连挠痒痒都是不如。于是阵法内的力量不断变化，白色气焰、灰色气焰、蓝色气焰、紫色气焰，转眼间已经到了那老猫无法承受的金色气焰。这金色气焰虽然也是让楚风眉头紧锁，紧咬牙关，可楚风却是依然能够承受。于是很快金色气焰消散，取而代之的乃是帝皇巨龙。当帝皇巨龙出现那一刻，白云清立刻变得紧张起来，因为这是他所无法承受的力量。若是楚风熬过去了，也就等于是他输了。他娘的，怎么可能？白云清怒骂一声，因为帝皇巨龙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强大的巨龙，而这只巨龙散发的气息则是如仙灵一般。事到如今，他们都已经明白了，这阵法内的气焰应该对应着神袍界灵师的境界：白龙纹、灰龙纹、蓝龙纹、紫龙纹、金龙纹、黄龙纹、仙龙纹、尊龙纹、圣龙纹。既然仙龙之力涌现，那接下来的必然就是尊龙之力。但是不重要了，在白云清看来，他已经败了，毕竟他无法承受的黄龙之力，对方已经抗了过去。但很快，阵法内的气焰再度变化，仙龙之力消散，取而代之的乃是尊龙之力。这个家伙难道是铜皮铁骨不成？他是没有痛觉还是怎么回事？居然还抗得下来！白云清感觉难以置信，他可没有吹牛，他从小就承受毅力训练，他的承受能力自认为极强。黄龙之力既然他无法承受，那他自认为就算有人可以承受黄龙之力，但也绝对没人可以承受仙龙之力。可是现在倒好，居然有人在承受尊龙之力。尊龙之力出现后，龙吼已是震动整个大殿，龙吼响彻之际，大殿都在剧烈颤动，身在外面都能感受到那尊龙之力的恐怖，可想而知，那在阵法之内将承受着怎样的痛楚。只要想象一下，白云清都感觉毛骨悚然，他觉得那是他绝对无法承受之痛，那将是会要了他性命的力量。可就在此时，大殿摇晃的程度宛如快要坍塌一般，而那刺耳的龙吼响彻不断，哪怕白云清这种修为，也是感觉自己的耳朵都快要被震得聋掉。原来在那处字阵法之内，尊龙之力消散，取而代之的乃是圣龙之力。他娘的，我这是遇到怪物了！白云清瞪圆双眼，脱口而出：考验阵法消散。一把钥匙浮现而出，落在了楚风头上。这一刻，楚风的位置也是被暴露出来了，因为楚风发现这钥匙没有办法收起来，并且没有办法隐藏，只能这样悬在自己的头上。虽然自己是隐藏状态，可是那钥匙却并非隐藏状态。这一刻，楚风才知道为何白云清没有将他得到的那钥匙收起来，而是一直任由那钥匙悬浮在其头顶。原来不是他不想收，而是这钥匙没有办法收。而得到钥匙的楚风虽然也是大汗淋漓，可他却面色红润，精神非凡。但实际上，这是阵法最后时刻给予他的治愈。本来楚风在抗到尊龙之力的时候就已是极限了，最后真的只是凭借坚定的意志，而这种意志便是楚风经历过无数生死，一步一步磨练出来的。但哪怕拥有如此强大的毅力与意志，可楚风之前的样子也很不好看，也就是白云清他们看不到楚风，不然他们会发现楚风先前的惨状可比白云清要惨得多。但是好在，当楚风抗过圣龙之力后，那阵法对楚风进行了治愈，那治愈效果极佳，不仅让楚风瞬息恢复，甚至楚风现在的精神状态比之前还要好。你这家伙什么来头？白云清看着楚风说道。虽然他仍看不到楚风，可凭借那悬浮于楚风头顶的钥匙，他已经能锁定楚风的位置。此时的白云清已经不如之前那般嚣张了，至少看楚风的目光没之前那般轻蔑了。你会知道我是什么来头的。楚风淡淡的回道。狂妄的家伙，真以为赢了一次就觉得你可以偶来？这里的比拼还没结束，我保证后面不会让你再赢。白云清此话说完，便继续深入。见状，楚风面露微笑，也是紧跟其后走出这座大殿。同样又是一道长廊，这个长廊之内同样什么都没有。楚风也不明白这个长廊存在的意义。这个长廊的尽头处又是一道结界门，穿过结界门，又进入了一座与前面几乎一模一样的大殿。大殿内那位幻化成真龙大人的阵法依旧站在这里，只是白云清与楚风明明都已经进入了这里，可那真龙大人却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应。这说明那虎字姓氏之人并没有进入这里，可能还在之前的大殿内，也可能是在来时的长廊内。楚风与白云清等了一会，可虎字姓氏那位始终没有进入这里，这让白云清忍不了了。他返回长廊，破口大骂：姓虎的废物，你磨蹭什么呢？还不快点，就等你了！白云清一顿破口大骂，但却没有得到虎爷的回应。该死的，这个废物搞什么呢？白云清回到大殿之内，仍是喋喋不休，甚至看向幻化成真龙大人的阵法。真龙大人那个家伙自知他没有机会得到传承，便故意拖延时间，应当得到惩罚。我们不能再等他了，反正他也没有资格得到传承，不如直接将他踢出局吧。白云清觉得眼前的虽是阵法，可毕竟是真龙大人留下的阵法，针对不同情况应该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他的提议也许有用，只是白云清这番话说完后，那阵法仍是没有丝毫反应，这让白云清十分失望。没有想到这阵法竟如此古板，看来是真的要等那虎字姓氏之人进入这里才能继续破阵了。而楚风也是开始思考，他在思考那虎字姓氏到底在干嘛？真的只是故意拖延时间，故意恶心人吗？同时他也觉得
若是3人必须到齐才能开始破阵的话，属实有些不太合理。因为若其中1人故意不来，那岂不是说就一直没有办法继续了？但楚风觉得真龙大人不可能考虑如此步骤，既然他设下了这样的局，就必然有他的用意。于是楚风也是返回长廊，再回到长廊，楚风感应到了结界之力，那结界之力很强，甚至强于白云清。楚风猜测那应该是紫龙神袍，紫龙神袍可是拥有着堪比4品半神的力量，而这结界之力不仅强横，更是进行了隐藏。正常来说，楚风是感应不到的，是天师浮尘给了楚风提示，楚风才发现了他。只是天师浮尘给予的提示也是不多，楚风也不知道对方究竟在做什么，甚至不知道对方在什么位置。但楚风知道，那一定是虎子姓氏之人的结界之力，他必然在计划着什么，并且楚风没想到，虽然前2轮破阵，那虎子姓氏皆是空手而归，看上去像是最弱之人，可这位却是在场3人之中结界之术最强的紫龙神袍，这可是比白云清还要更胜一筹。这让楚风再度感受到了自己的弱小，也就是有界灵大军在手。楚风心中有些底气，如若不然，无论是白云清还是这个虎子姓氏之人，都是远在楚风之上。面对这样的对手，楚风就算能拿到传承，他也是无法安然的离开这里。看来必须小心一点了。楚风猜测，那虎子姓氏之人必然是在布阵，只是他布阵的用途，楚风无法确定，可能是为了破阵，也可能是用来对付楚风与白云清的。但是楚风觉得不能坐以待毙，尤其是现在他头上悬浮着一把钥匙，哪怕自己隐藏着，可是那钥匙也暴露了自己的位置，楚风必须用手段进行伪装才行。但实际上，先前在大殿内，楚风就已经尝试着用9龙圣袍的力量将头上的钥匙隐藏，可却发现不行。这一次，楚风准备用结界之力进行隐藏，他简单的试了一下，布置了一道隐藏结界，结果发现居然成功了。只是很简单的隐藏结界，居然就将先前9龙圣袍都无法隐藏的钥匙隐藏了起来。随后楚风返回大殿，发现哪怕回到大殿，自己头上的钥匙也依旧是隐藏状态，他居然真的成功了。可为何会这样呢？为何9龙圣袍都无法隐藏的钥匙，如此简单的隐藏阵法就能隐藏？这不合常理。长廊，难道是那长廊？突然，楚风眼前一亮，他想到了一种可能。于是，楚风再度穿过结界门，从大殿返回长廊，他再度释放出结界之力。终于，他发现了端倪。此时，楚风释放的结界之力，虽然从感应上来看还是龙变9重的结界之力，可实际上这结界之力非常强横，甚至比那紫龙神袍的结界之力还要强大。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楚风的结界之力还包含了一种其他力量，那是先机之力，是先前进入这大殿之前，楚风通过天师浮尘所夺取的先机。楚风之前还以为那先机只是能够进入大殿的通行证，除此之外并无他用了。可现在楚风发现，原来这先机还有他用，那就是可以增强结界之力，并且增强效果非常可怕。楚风明明只是龙变9重，莫说与紫龙神袍相比，就算与白龙神袍相比，那也是天差地别。可现在他的结界之力得到了先机之力的加持之后，却已然超过了紫龙神袍。随后，楚风又返回大殿，发现在大殿内释放结界之力，并没有先机之力的加持，就只是正常的力量而已。返回长廊，再释放结界之力，那先机之力的加持则又出现了。果然，这长廊是有用途的，而并非摆设。楚风恍然大悟，之前楚风就不解，后面的2个长廊连壁画都没有，也没有任何线索，那这长廊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现在他终于知道了，原来这长廊是特定的场所，在长廊施展结界之力，将会得到先机之力的加持，而这加持的力量非常之强，甚至强到9龙神袍无法隐藏的结界钥匙，楚风在长廊内随便布置的隐藏结界就可以隐藏，也可以说是正常手段无法隐藏那钥匙，但是通过先机加持之后就可以隐藏。结界之力的强弱似乎没那么重要，先机的加持才最重要。若真是如此，那楚风可就要捡大便宜了。毕竟楚风先前夺取的先机是最多的，也就等于说楚风在长廊内布阵的力量也是最强的。真龙大人，他为何要进行这样的布局？楚风若有所思，但很快眼前一亮，我明白了，先前那真龙大人的阵法只是说闯关之地不可动武，大殿之内不可相互攻击，否则会受到惩罚。但是这长廊明显不是闯关之地，更不是大殿，所以这长廊之内是可以动武的。楚风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真龙大人布局的真正用意。真龙大人看似保护闯关者，实际上并没有真的保护，他特意留下这长廊，这长廊就是可以进行决斗的地方，并且这长廊内还不是一个公平的决斗场地。毕竟真龙大人留下的先机之力可是给予了加持的，而正常来看，夺取先机之力越多者，得到的加持也就越强，这里自然也就不是公平之地。当然，也正因为先前那幻化成真龙大人的阵法说过不可动武这种话，让人有了戒心，所以正常来说，也就很少有人会发现这个长廊真正的用途，这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实际上，若不是那个虎子姓氏的人迟迟不肯进来，楚风可能也不会发现这个长廊的用途。看来那虎子姓氏的人已经提前发现了这长廊的用途，也发现了先机之力的加持。这样来看，他现在布置的阵法就一定是用来对付我和白云清的。这个虎子姓氏的人看来很不简单嘛。当无意间识破真龙大人这长廊真正的用途后，楚风反而变得兴奋起来。先不说自己有界灵大军在手，只是这先机之力给予的加持，楚风便拥有比紫龙神袍还强的力量。其他地方不敢说，至少在这长廊内，楚风应该是3人中最强的。既然你有所准备，那我自然也就不能坐以待毙了。随后，楚风也是留在了这长廊内，开始布置阵法，并且布阵之时还使用了天师浮尘的力量。本就有先机之力加持，再加上天师浮尘的加持，使得楚风在这长廊内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力量。而楚风布置的阵法是
是一座极为强大的伏击阵法，就是为了接下来对付虎子姓氏和白云清的。为了避免被他们发现异常，楚风故意将这伏击阵法伪装成了那结界钥匙的形状。等一下，楚风就直接带着这伏击阵法进入大殿之内，让这伏击阵法代替自己。这样一来，白云清以及那虎子姓氏的人就会误以为这伏击阵法是楚风。若是接下来进入新的长廊内，虎子姓氏或者白云清对自己出手，必然会袭击伏击阵法。那样一来，楚风不仅不会有事，倒霉的反而会是他们。为了以防万一，楚风布置这阵法也是用了不少心思，所以最终布置而成时，也是花费了一些时间。总算大功告成。楚风看着那化作钥匙模样的伏击阵法，露出满意甚至有些邪恶的笑容。楚风觉得白云清还没有发现长廊的用途，接下来进入新的长廊，就算有人发动攻势，那么也必然是那虎子姓氏之人。而虎子姓氏之人鬼鬼祟祟的，多少有些卑鄙。为了对付他这个卑鄙之人，楚风布置这伏击阵法时，也是加了一点恶趣味。正是这恶趣味，让楚风露出了这不怀好意的笑容。他的结界之力消失了，看来他也布置完成了。楚风先前布阵太过认真，并未持续观察虎子姓氏，此时布阵完成才发现虎子姓氏的结界之力早就消失了，说明他布阵完成，甚至可能进入大殿内了。好，那就让我看看接下来你搞什么鬼。于是楚风便穿过结界门，返回了大殿之内。同时进入大殿的还有楚风布置的伏击阵法。正常的阵法应该是没办法穿过那结界门的，可是这伏击阵法毕竟是蕴藏先机之力，所以顺利通过。喂，姓楚的，你有毛病是不是？等完了姓虎的废物还要等你，你们是不是有病啊？要破阵就抓紧破，要滚就赶紧滚，拖什么拖？楚风刚刚进来，白云清便破口大骂，但是他咒骂的方向可不是楚风所在的方向，而是那伏击阵法所在的方向。楚风成功了，成功的迷惑了他们，让他们误以为伏击阵法的下方就是楚风，实际上真正的钥匙和真正的楚风已经再度隐藏了起来。三位小友总算又到齐了。与此同时，那真龙大人幻化成的阵法也是再度开口，也难怪白云清要骂楚风，看来虎子姓氏的人已经回来了，楚风反而成了最后一个进入大殿之人。三位小友，我所中意之人不仅要有天赋，还要是一个观察敏锐、有勇有谋之人，所以这一轮没有考验，这一轮有的只是提示。你们好好想一下，你们刚刚通过的长廊是否真的一点线索都没有？若是想不通，就进入新的长廊，仔细想一下吧。真龙大人幻化的阵法，此话说完，大殿另一端的大门再度开启，而他也是掠入其中，但是这一次来时的结界门竟然关闭了，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了退路，只能继续前行。长廊内有线索吗？白云清陷入沉思，他显然还没有察觉到长廊的不对，但在这里思索没用，而来时的路又被封锁。于是他看向刚刚打开的殿门，他向新的长廊走了过去，想要一探究竟。这一轮居然给予提示了，还好我之前发现了端倪，如若不然，倒霉的可就是我了。楚风有些庆幸，楚风觉得既然那虎子姓氏之人阵法已经布置完成，那接下来必然就会动手了，但还是赶忙跟了过去。走入长廊，楚风很快便见到了白云清。白云清正用那闪烁光芒的眼睛四下观望，那是感应手段，他在用心观察着长廊，但看他那茫然失措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他应该尚未察觉出什么。不过这也正常，感应手段终究与结界阵法不同，再加上认真观察长廊，所以他也很难发现先机之力的加持。楚风通过天师浮尘已经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结界之力，就在白云清的不远处，那必然就是虎子姓氏布置的阵法。他的阵法已经准备就绪，但是还没有出手，应该是在等待什么？是在等我吧？想一网打尽吗？好，那我就如你所愿。楚风说话间，便催动那幻化成钥匙的伏击阵法，来到了白云清的身前，而自己则是躲在远处，并未靠近。楚风觉得白云清与虎子姓氏的人都以为那伏击阵法就是自己，若是虎子姓氏的人想将自己一网打尽，那他将伏击阵法靠近白云清后，虎子姓氏之人就必然会出手。果不其然，那伏击阵法刚刚靠近白云清，耀眼的光华便浮现而出。只见98只结界巨兽突然出现在白云清的四面八方，他们吞吐强大的结界之力，形成天罗地网，那是一座强大的伏击阵法。那伏击阵法之强，连白云清立刻被束缚在了当中。当然，同样被困在当中的还有楚风以伏击阵法伪造成的结界钥匙。怎么回事？这是什么？白云清一脸不解，不明真相的他根本想不到这是虎子姓氏的伏击阵法，还以为这是真龙大人留下的阵法。小兔崽子，你可真是蠢啊！到现在你还一头雾水，就你这种货色，太史心中是怎么看中你的？而就在此时，那虎子姓氏的声音也是响起，同时虎爷的真身也是浮现而出，竟然是他。而看着那手拿烟袋、面容猥琐的老猫，楚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那只猥琐的老猫，楚风早就深深印在了脑海里，他的形象，楚风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楚风万万没有想到，这虎子姓氏之人竟然会是老猫。可转念一想，熟悉的声音，卑鄙的手段，虎子姓氏，这一切似乎也都解释得通了。真是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他，看来真是天意啊！短暂的震惊之后，楚风竟然开始变得兴奋。想当初在百炼凡界，这老猫宛如神灵一般，莫说当时的楚风，金鹤真仙在其面前也宛如蝼蚁。于是楚风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猫夺走封神竹简，眼睁睁地看着血姬被这老猫捉走。老猫与楚风而言，虽说没有不死不休的恩怨，可却是楚风一个心结。而现在终于再见，并且还是这样的地方相见，在楚风准备好了一切的时候相见，一切仿佛就是天意。楚风不急着现身，这一次他要好好陪着老猫玩玩。你是谁？白云清看着老猫怒声问道。我是谁？你是被吓傻了吗？都不知道本大爷是谁？本大爷是你虎爷。老猫站在阵法外，手握长长的烟袋，讽刺地看着白云清。你是那姓虎的废物。白云清恍然大悟，这阵法是你布置的，你为何可以布置这样的阵法？不是说此地不可动武吗？白云清接连问道。
说你蠢，你真是蠢！刚刚真龙大人留下的阵法都给出提示了，长廊内并非什么都没有，不可动武的地方是大殿，这长廊是可以动武的。你先前已经经过2个长廊了，你都没有发现其中玄机，就你这榆木脑袋，真不知道你师尊看上你什么？老猫冷嘲热讽地说道：“卑鄙的家伙，你不仅暗算于我，竟然还敢斥责于我！既然知道我师尊是谁，还敢对我不敬，你是真的不怕死吗？你信不信离开这里，我就要你猫命！”白云清怒目瞪圆，恶狠狠地看着老猫，老猫嘴角上扬，随后大袖一挥，结界阵法内的白云清便狠狠地挨了一耳光。你死定了！这一耳光下去，白云清不仅满眼怒火，更是杀意滔天，哪怕其被困在了伏击阵法内，可也能感受得到他那滔天的杀意。可面对白云清的杀意，老猫不仅丝毫不慌，反而嘴角笑意更浓，说你蠢，你还真是蠢，本大爷都敢动你动手了，难道还会放过你吗？你可听说过杀人灭口这4个字？今日就算有人会死，那显然也不会是本大爷。老猫眯着双眼说道。听闻此话，白云清愣住了，下一刻何止杀意消散，那嚣张的嘴脸都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恐惧，慌了。这位图腾龙族克钦大长老的弟子第一次露出这样恐惧的表情，老猫的话让他醒悟了过来，他的确有师尊撑腰，可除了他和楚风之外，并没有人知道老猫进入过这里。若这老猫杀人灭口，哪里会有人知道他是被这老猫所杀？相反，若是他真的活着出去，这只老猫才有风险。这位猫大爷，白云清一改嚣张态度，立刻变得殷勤起来。什么猫大爷？叫虎爷。老猫纠正道。虎爷，虎爷，是我白云清有眼不识泰山，是我有眼无珠了，您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其实我刚刚的话才是吹牛的，我师尊早就不管我了，不然我今日也不会一个人来到这里。我其实也挺可怜的，为我师尊立下了不少功劳，可至今为止却少有人知道我的名讳，如今更是被我师尊抛下。我来这里也是想要博取一个机会。白云清说话间竟泪如雨下，那叫一个委屈。可老猫却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白云清。白云清，你要是一直硬气到底，本大爷还真能对你刮目相看，但你现在跟本大爷来这一套，本大爷可就看不起你了。关于你的事情，本大爷之前就有所耳闻，你师尊对你还是非常器重的，你现在为了活命，居然说出和你师尊决裂这种谎言，真是丢人现眼啊！老猫说道。你居然听闻过我？听闻此话，白云清脸色变化，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是好。白云清，本大爷与你也并没有那么大的仇怨，若非你一直嘴上不饶人，本大爷也不会对你心生不爽。所以你若想活命，并非不可，只要把你身上的宝物都交出来，再配合我，将那钥匙给我，本大爷可以让你一条生路，甚至不会伤害你。老猫说道。我配合，只要你不伤害我，你想怎样我都配合你。白云清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此时简直乖得不行。而他此话说完，那钥匙竟主动飘向了老猫。哟，看来这钥匙放弃你了。老猫发出嘲讽。其实刚用伏击阵法将白云清困住之后，就尝试用阵法力量将那钥匙夺过来，但却发现根本不行，所以他刚刚才说让白云清配合自己，将那钥匙交给自己。可现在他发现，当白云清说完那番话后，那钥匙便飘向了自己，这与白云清无关，是那钥匙自己的决定，说明这钥匙觉得白云清已经配不上他了，而白云清也深知这一点，所以此时白云清耷了个脑袋，脸上尽是落寞。至于老猫，在得到白云清的钥匙后，则是看向了楚风的伏击阵法，他不知道那是伏击阵法，还以为已经困住了楚风。小子，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是你乖乖的将钥匙交出来，还是本大爷折磨你一番？老猫威胁道。但楚风没有丝毫回应。小子，看来你是不识好歹啊！既然如此，那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本大爷的手段。老猫说话间便催动那阵法力量去攻击楚风的伏击阵法，这一攻击，那伏击阵法化作的钥匙便立刻爆炸开来，黄色的物体如海啸一般向老猫冲击而去。当老猫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是被黄色的物体所淹没，只有脑袋露在外面，可身体却已被彻底束缚。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他娘的该不会是屎吧？老猫此时的表情那叫一个难看，因为无论是样貌还是味道，此时将他困住的东西简直都与屎一模一样。至于白云清，虽然也被那如屎一般的阵法所吞噬，但他却没有任何反应，因为他昏迷了过去，是楚风利用伏击阵法的力量特意让其昏迷的。当然这只是阵法所化，而并非真正的屎，是楚风伪造的。这就是楚风先前布置伏击阵法时故意添加的恶趣味，就是故意恶心老猫的。他娘的，上当了！小子，你可真他娘的卑鄙啊，居然敢阴本大爷！很快老猫反应过来，那钥匙根本就是假的，他上当了。卑鄙，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在此时，楚风的声音再度响起，与此同时他的身影也是浮现而出，而看到楚风那一刻，老猫也是顿时愣住了。老猫盯着楚风，目光复杂。我怎么了？楚风眯着双眼问道。你长得好像一个人啊！老猫脱口而出。听闻此话，楚风直接笑喷了，旋即说道。只是像吗？你该不会真是楚风吧？不可能，那种垃圾世界的小鬼怎么可能来到这里与我争夺真龙大人传承？老猫并不相信，或者说他是不愿意相信。对他而言，这种感觉就像是他是一个世界的首富，曾到贫困地区扶贫，扶贫只是装的，他根本就看不起那些平民。可短短几年时间，他曾看不起的一个平民，财富竟超越了他，他自然想不通，也无法接受。老猫装疯卖傻吗？告诉我，雪姬现在在哪？楚风收起笑容，凝声问道。你真是楚风？这一次老猫想不信也不行了，他的确就是自己认识的那个年轻人，否则怎么可能知道雪姬？楚风，他就是抓走我家小姐那只猫。而看到这里，雨莎也是激动的开口，雪姬乃是雨莎的小姐，她与楚风缔结契约，就是为了找到雪姬。可之后才知道雪姬被抓走了，知道雪姬被抓走后，因为楚风界灵空间比较特别的缘故，他又没办法回到修罗灵界，便只能跟随楚风。可浩瀚修武界如此之大，想找回雪姬，他也觉得希望渺茫。不曾想，居然真的有机会见到那抓走他家小姐的那只猫。雨莎正是这只猥琐的老猫
猫抓走了你家小姐，我知道你很想亲手教训她，但是别急，我会给你这个机会的。楚风对雨莎安抚道。得到确定之后，雨莎的脸色也是变得阴沉，一双美眸更是狠狠地盯着老猫，而老猫并不知道他不仅被楚风盯上了，还被雨莎盯上了，他还沉浸在为何楚风会来到这里的震惊之中。为何会如此啊？这才短短几年，你竟成长到了这种地步。老猫无比吃惊，那副吃惊的表情可不像是装的，还在废话连篇。我再问你，血姬在哪？楚风目光转冷，随后手掌微微握紧，那如矢一般的伏击大阵便立刻围绕老猫聚拢。那张苍老且猥琐的猫脸上也是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可老猫倒也嘴硬，竟然什么都不说。就在此时，界灵大门打开，雨莎也是立刻走了出来，她也不顾那阵法，如矢一般难闻，直接来到老猫面前，对着老猫的脸就是一阵拳打脚踢。你谁啊？你区区小界灵也敢打本大爷？老猫虽然被打，但却一脸不服，不因别的，只因雨莎太弱了，自然无法伤害老猫。你抓了我家小姐，我要你命！雨莎说话间，拔出长剑向老猫砍去，可依旧无法伤害老猫分毫。小姐，你家小姐是谁？难道是血姬吗？老猫反应过来一些，没错，他的小姐正是血姬，他是为了寻找血姬才与我缔结契约的，不成想血姬已经被你抓走了，所以你应该能感受到他的怒火。楚风此话说完，便运用先机之力凝聚了一把结界长剑，那可不是普通的剑，而是一把攻杀阵法，威力极强。雨莎，你自身修为伤不了他，用这个弄他。说话间，楚风便将那结界长剑丢向了雨莎，而雨莎也比客气，扑哧一剑直接洞穿了老猫的左肩。老猫终究是只猫，身子骨小，这一剑虽然洞穿的是左肩，可差点连带他的左臂都给砍下去。住手！我说，血姬很好，你家小姐她过得很好。老猫这一下顿时没了骨气，疼得龇牙咧嘴之际，也是忍痛开口。可雨莎却没有停手，连续几剑刺下去，在雪猫肚子上留下了好几个血窟窿。哎呀，我擦！你这小妮子怎么如此的不地道？我都已经说了，你怎么还下死手啊？老猫委屈的眼泪都掉了下来。可雨莎依旧没有收手的打算。好了，雨莎，先停一下。倒是楚风开口之后，雨莎那已经举起的长剑这才罢手。虽然怒火滔天，可雨莎还是听从楚风的话的。老猫，血姬真的没事？楚风又问道。真的没事，她现在过得好着呢。你若不信，我可以带你们去找她。别打我了，我这身子骨不抗打呀。老猫委屈的说道。听老猫这样说，老猫，那你还记得当年你从我手中抢走了什么吗？楚风又问道。封神竹简吗？封神竹简无法与我相容，我已经卖了。老猫说道。又想骗我？楚风冷笑一声，随后便探手一抓，足足3个乾坤带自老猫身体飞掠而出，落入楚风手中。只是这乾坤带竟都有守护阵法，自己解开。楚风又将乾坤带丢给老猫。楚风兄弟，你这是要抢我呀？这不太好吧？老猫不情愿的说道。解不解？雨莎再度举起长剑。我解。老猫赶忙开口。现在雨莎说话可比楚风说话还要管用。随后当真为楚风解开了3个乾坤带的守护阵法。只是3个乾坤带内宝物虽然不少，但是真的让楚风眼前一亮的宝物一个都没用，就更别说传说中的封神竹简了。我不相信你身上只有这些东西。楚风对老猫说道。我真的只有这些东西。楚风兄弟，你是不了解我，其实我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爱赌。我虽然得到不少好东西，但是都被我输掉了。老猫咧着大嘴说道。你现身之前能隐藏得如此之好，又能暗中窃取先机之力，那必然是至宝的力量。你将此物拿出来吧。楚风说道。楚风兄弟，咱们相识一场，我也不瞒你，这的确是一件宝物，只是这件宝物已与我灵魂彻底相融，你就算把我杀了，它也会随我消散，你拿不到它的。同样的，就算我想给你也是不行，因为相融的太彻底了，根本拿不出来。老猫说道。楚风自然不信老猫，于是催动天师浮尘。天师浮尘明白楚风的意思，竟真的给予楚风指引，开始探索老猫灵魂。老猫居然没有说谎，那宝物藏在老猫灵魂之内。随后楚风释放结界之力，透过老猫灵魂感应，却发现凭借自身感应竟无法发现此物，这说明这宝物与老猫灵魂相融的的确很深，看样子想拿到这宝物还真不容易。血姬现在在哪？于是楚风不再窥探这宝物，而是询问起血姬的事情。血姬终究是自己楚风体内的界灵，楚风对她始终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所以相比于宝物，楚风更想确定血姬是否安然。楚风兄弟，血姬现在就在我家呢，你大可放心，她现在过得可好了，她天赋极佳，简直远非其他界灵可比。我自然不会真的把她当做奴隶，反而是被我好吃好喝的供着。别提多享福了，你别让那妮子折磨我了，带我们离开这里，我就带你去见她。老猫此话说完，还抬头看向雨莎。小妮子，你家小姐过得可好了，你见到她就会后悔对我出手，你还会向我道歉，因为你家小姐跟着我，可一点苦头没吃，反而修为大涨，至少比你强多了。只是对于老猫这番话，雨莎却是面无表情，甚至那个眼神还想再给老猫几剑。见状，老猫也是怕了，没有再多说废话。老猫，你先释放武力修为，莫要隐藏，若敢隐藏，我是能够查探得出来的，到时候要你好看。楚风又对老猫说道。虽然他已经知道老猫是紫袍界灵师，但却不知道老猫的武者修为是多少。在这长廊内，楚风能控制住老猫，可不是他的结界之术多强悍，实际上他的结界之术与老猫相比差了太多，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的。他靠的不过是在这里夺取的先机之力罢了。若没有先机之力，只凭借结界之术，他根本无法与老猫抗衡。所以楚风想要确定一下老猫的武者修为，避免离开此处之后无法掌控老猫。老猫看了一眼楚风手中的天师浮尘，随后才释放出武力。3品半神，楚风手握天师浮尘，能够分辨出老猫是否隐藏了修为。老猫的确是3品半神，他的武者修为是弱于结界之术的。虽然3品半神对于楚风而言没有威胁，可实际上3品半神还是比楚风预想的要强得多。当初遇到老猫，楚风觉得老猫只是上界的存在，能够压制他们，只是他们当时太弱，
可没有想到老猫居然如此强大。你这浮尘是个好宝贝啊，你能进入此处都是靠它吧？老猫盯着楚风手中的天师浮尘说道。怎么还想夺我这件宝物不成？楚风问道。不敢不敢，我哪有这个胆量啊？老猫露出了胆怯的笑容。老猫，你我的却相识一场，若不是你抢夺封神竹简，绑走血姬，我甚至愿意与你做朋友。可祸端你已经闯下，你我的交情也早就没了。封神竹简你若真的没了，倒可以拿别的宝物来抵。可血姬若真的出现三长两短，那你就只能拿命抵。楚风此话说完，双眼忽然变得无比凌厉。看到楚风的双眼，老猫顿时脸色一变，更是赶忙转头，不敢与楚风对视。他在楚风的眼中看到了杀意，那杀意哪怕是他，竟也感到胆寒。雨莎，你先回去。楚风此话说完，雨莎倒也听话，直接回到了界灵空间。随后，楚风对着那昏迷的白云清探手一抓，白云清身上的乾坤袋也是飞入楚风手中。这乾坤袋同样有守护阵法。楚风虽有极为强大的仙姬之力，可仙姬之力不会为楚风提供破解乾坤袋守护阵法的帮助，所以楚风想要破解这守护阵法，还要靠自己。但显然，这个守护阵法，楚风现在无法破解。楚风运用伏击阵法，继续在白云清身上搜索。毕竟白云清的师尊乃是真正的大人物，若要说来，白云清身上的宝物应该比老猫还多才对。可是刚刚开始搜索，天师浮尘便给了楚风一个危险的信号。危险信号会是什么？守护阵法吗？楚风不敢运用伏击阵法继续搜索白云清了，因为天师浮尘今日给予楚风的帮助特别的大。天师浮尘是具有灵性的，可他给予楚风的帮助也有强弱之分，甚至有的时候根本不会给予楚风任何帮助。但今日天师浮尘一反常态，给予楚风的帮助非常之大，这也是为何楚风能够确定老猫是否隐藏修为。这倒不是他对自己自信，而是对天师浮尘给予了提示。现在天师浮尘既然已经给出了继续搜索白云清会有危险的信号，楚风自然也不能继续了。大人物的弟子还真是不简单，只可惜胆量小了一些。楚风讽刺地看了一眼白云清，可不是楚风看不起他，而是回想起白云清之前的狂妄，再想一下刚刚面对老猫的胆怯，楚风都忍不住想笑。白云清的狂妄是来自于他的师尊，也来自于他自身的实力。他的师尊强大不假，他的实力强悍也不假，但同样的，他骨子里懦弱胆小却同样不假。随后，楚风看向老猫，随我来，别耍花样，如若不然有你好果子吃。楚风说话间，将那伏击阵法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继续困住白云清，而另外一部分则是化作锁链，将老猫捆绑起来。楚风没有忘记他来这里的目的，此处传承非同小可，楚风必须拿到。但是老猫老奸巨猾，将他留在这里长廊内，楚风又不放心，所以楚风决定将老猫一同带入下一座大殿。既然长廊内可以交手，楚风又是胜者，所以楚风觉得将被捆绑的老猫带入大殿，自己应该也不会有事。就算真的不允许，他也不怕，到时候将老猫解开便是。毕竟他现在已经清楚老猫的实力，就算抛开仙姬之力不谈，老猫也不是修罗王的对手。楚风兄弟，你带我进去恐怕不行，毕竟大殿之内不可动武，你就将我放在门口吧，我乖乖的等你回来，绝不乱动。来到通往大殿的结界门后，老猫对楚风说道，若是进入其中，真龙大人叫我帮你解绑，我自然会帮你解绑，当然若是不用，那你就一直捆着吧，总之让我将你放在这里，没门。楚风此话说完，便强行抓着老猫一同穿过结界门，进入大殿之内。这座大殿与之前的大殿几乎相同，而那座幻化成真龙大人的阵法也早就在这里了。之前的大殿内必须3人到齐，这座阵法才会被触发，可是这一次明明白云清还被困在长廊内，只有楚风带着老猫进来，可那阵法却笑着开口了，看来只剩下一位小友了。真龙大人幻化的阵法看着楚风说道，大人不是说大殿之内不可动武吗？那怎么能让他捆着我？大人您快让他将我放开。果然老猫很不老实，刚进入这里便向真龙大人诉苦，本来他是想留在外面，趁着楚风不在而想办法脱困，不过进入这里也可以，毕竟仙姬之力只在外面有效，再加上真龙大人说过大殿内不可动武，他觉得进入大殿也有机会脱困。可进入这里后，他发现楚风的阵法依然是他所无法解脱的，那仙姬之力既然依旧有效，现在想脱困就只能请真龙大人主持公道了。然而那幻化成真龙大人的阵法根本没有理会老猫，就像看不到他也听不到他说话一样，而是盯着楚风。这位小友，这是最后一轮考验，只要你能通过，便有机会得到老夫生前所得到的传承。这位小友，这是最后一轮考验，只要你能通过，便有机会得到老夫生前所得到的传承。话罢，大殿内阵法涌动，随后并未形成阵法，而是化作一道光束向楚风冲击而去。大殿内明明除了楚风还有老猫，可那光束却只冲向了楚风。见此一幕，老猫不由得摇头叹息，他知道他和白云清已经被淘汰了，现在只有楚风一个人能够继续接受考验。而那光束进入楚风体内后，则是使得楚风的意识进入了一个幻境之中。在这个幻境之内，楚风被重新定义了身份，他的身份成为了一座城池的少城主，少城主的父亲更是几乎凭借一己之力，让全城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于百姓心中，少城主的父亲不仅是城主，更是英雄，而他这位少城主也是心地善良，为百姓主持公道，提供帮助，同样深受百姓爱戴。可就在其父亲病逝那一天，一切都变了。副城主与外人妖兽要夺取城中大权，还把罪责扣在了少城主以及其所有亲信身上，诬陷少城主已故的父亲曾与妖兽勾结，要当众将少城主以及其母亲处斩。在少城主以及母亲还有一众亲信将被处斩的日子，更是遭到了全城百姓的咒骂，就连少城主已故的父亲也没能逃脱咒骂之列。哪怕明明其父生前为城中百姓付出极多，哪怕少城主之前也是待百姓极好，可只是一个栽赃嫁祸，就让全城百姓们忘记了他们父子的好。
对他们恶言相向，甚至巴不得他们立刻被处死。但人们不知道的是，少城主其实乃修武天才，他修为极强，乃是城中最高，只是按其父亲要求，始终没有展露。如今大难临头，自然也不可再隐藏修为。而当其展露修为那一刻，除了其母亲以外，所有人都震惊了。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平日里看着柔弱的少城主，居然拥有如此强大的修为，哪怕副城主以及那些妖兽，也是远远不敌。既然修为展露，这个时候造反的副城主等人自然要杀。可这个幻境的考验便是，城中百姓该不该杀？毕竟城中百姓乃是受副城主蛊惑，不明真相。但楚风的决定是，除了年纪太小还不能辨别是非的孩子外，皆杀。做出抉择之后，楚风也是果真出手，在幻境内大开杀戒。而当楚风停手之际，幻境也是开始消散，楚风的意识再度回到大殿本体。那么多百姓，你居然都杀了！幻化成真龙大人的阵法，望着楚风，神色复杂。虽然幻境内的一切都是假的，包括楚风的身份，可幻境很强，所以一切都极为真实。而他也是亲眼见到楚风刚刚狠辣的手段，哪怕面对百姓跪地求饶，楚风也没有丝毫怜悯，手中的长剑将那些人的头颅一一斩下。数千万叛军、数亿百姓皆命丧楚风手中，那是真正的血流成河。杀了！除了不能明辨是非的孩子，以及与少城主一同站上楚刑台的人，皆杀了。楚风回道，他的表情平淡，没有感到一丝罪过，反而觉得理所当然。百姓不明真相，你为何不向他们解释，而是直接进行杀戮？你不觉得他们无辜吗？那真龙大人的阵法再度对楚风问道，他们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城主与少城主为他们做了那么多，究竟是什么人品？他们心里清楚，更应当感恩戴德。更何况副城主的栽赃嫁祸漏洞百出，如此牵强，他们不可能看不出来。他们知道真相，知道城主与少城主是被冤枉的，只是他们不敢反抗。他们知道城主死去，副城主又与妖兽联合，他们百姓无法左右一切，只能屈服，所以他们才向少城主甚至已故的城主恶言相向。他们并非是不明真相，而是为了保命。若是能够保命，就算副城主让他们割掉少城主母子的肉，他们也愿意。难道这种人不该杀？楚风反问道。听闻此话，真龙大人则是愣住了，那反应就像是在说，一个小辈不该有这样的决断和观察。而片刻之后，他的脸上也是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这一刻，大殿变化，老猫不见了，大殿的一切都变得模糊，唯有真龙大人还看得清清楚楚，就仿佛大殿内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楚风知道，他再度进入了幻境，这是一个只能与真龙大人进行交流的幻境。本以为你是因为怒火而大开杀戒，不曾想你考虑的如此周到。你有资格得到老夫的传承，但老夫能有当年成就，其实也是得到了他人传承。那传承有限制，老夫只可自己使用，无法传授给他人。不过老夫可以将我得到传承之点告知于你，你可以自己去领悟，而以你的天赋，自然也能够领悟得到。话罢，真龙大人手臂一扬，一个卷轴飞向了楚风。楚风接过卷轴，发现是一张地图，这地图上面标记了一处地点，那是位于图腾天河苦暗星域内一座名为苦海下界的一处地方。虽然身处幻境内，可和地图却是真实的地图。楚风先是将地图内容牢记，随后才将地图收好。真龙大人，您能有今日成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个传承吗？楚风问道。老夫能有当年成就，就是凭借这个传承。你天赋在老夫之上，若是还能够得到这个传承，日后前程定会超越老夫。小友，去吧，那传承不会让你失望的。真龙大人此话说完，楚风便感觉周遭一阵变幻，一股结界之力将其包裹。真龙大人，别！感受到这股结界之力，楚风赶忙开口劝阻，因为他发现这是传送结界，这是要直接将他传送出去。可是老猫还在大殿内，若是他就这样离开，岂不是就白将老猫抓住了？然而楚风的呼唤并没有用，他还是消失了。但他不知道的是，不仅他从这座大殿内消失了，老猫也消失了。这座大殿内眼下就只剩下了那幻化成真龙大人的阵法。可按理来说，既是阵法，那完成任务应当消散，可他不仅没有消散，反而自言自语起来。